今天我们要介绍如何从 PCB 汇入 3D Model 到 Q3D。首先，我们先到 ANSYS 的官网，搜寻一个关键字叫做 ECAD。第一个选项，我们点进去，这边有一个叫做 SiWave 这个产品的介绍，有一个叫做 ECAD Translation 这就是 ANSYS 的电信的 EBU 产品的所有汇入 PCB 的格式最新的一个介绍。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 Rucan 或者是 AD 或者是 Aligo， 也就是 Cadence 的，或者是其他的格式都可以汇入。Cadence 它建议汇入的格式叫做 IPC2581的这种格式。这个 ODB++ 呢，也是一种标准的格式哈，所以这两种格式目前是常见的这个 PCB 汇入的方法。可是，在早几年的汇入方法其实又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ANSYS 在汇入 Cadence 的格式这边有另一个文件，这是2016年的。In part 2 of this movie series, 好， we 我 saw 们来 how to 看一 install 下。the layout integration. NF is a widely used format. 好，这一份呢，它其实有写说ANSYS 这边可以直接汇入Cadence。那为什么在2016、2017的时候可以？那现在2018、2019、2020的时候，这一项被拿掉了呢？那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在新版的 ANSYS 的汇入呢，就不支持直接汇入 Cadence， 但是旧版的是可以的。好，那这边我们来做一点操作说明给各位做个示范。首先，我现在开一个 SiWave 旧的版本，这个叫做 R18.2， 也就是2017年的第二版。好，在早年的版本呢，在这里 import 的地方，你也看到有一个叫做 Cadence。那你要操作这个功能的前提是，你的电脑里面已经先有安装 Cadence 了。好，你有先安装 Cadence。那这个 Cadence 可能是16.6的，或者是17.2的。好，汇入一个 MCM 或 BRD， 然后它就会把所有的 net， 你要的 net 你可以勾选，你可以全部勾选，或者只是部分勾选，然后选择 import。这个时候所有的 net 跟各层的叠构就会进来，这是早期汇入的方法。可是从2018年开始 ，Cadence 跟 ANSYS 在 PCB 汇入的 program 上面有所调整，所以你在2018第二版以后，包含2029、2020，你开 SiWave， 你在 Import 这里你就看不到 Cadence 的选项了。应该怎么做呢？在新的版本里面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有一个汇入的格式叫做 IPC2581 这个项目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叫做 EDB 的格式。那这个格式怎么做呢？我们来操作一遍给各位看。首先一样，你的电脑里面要有装 Cadence 的 Layout Tool。那这个 Layout Tool 不能是 Viewer， 也就是要有装这个 Cadence 的 SPB， 不能是 Viewer。那这个时候你打开 ADT， 然后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有 Cadence 的选项。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 IPC2581，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 ODB++， 但是我们 Cadence 我们现在是以这个来做示范。那我选 MCM， 我们也发现这个画面就跟我们刚刚直接在 SiWave 吃进来的流程是一样的。好，那我选 OK。这个时候我的各个 net 各层叠构都吃进来了。那我把这个档案做一个存档的动作，关闭。那这个时候我在我的工作路径下，我就会看到了一个叫做点
AEDB ANSYS 的 EDB 档。好，那这个时候我在新版的 SIWAVE 里面，这边就有一个 ANSYS EDB 的汇入，选这个 EDB 的这个资料夹，你 PCB 一样吃进来了，所以就等于是多了一个步骤，你现在不能够从 SIWAVE 直接吃 Cadence 的档案，你是透过 ADT， 然后转存成EDB 的资料夹，然后再从 SIWAVE 汇入。那接下来的程序就跟过去一样了，针对 Top Layer 的 Bump， 针对我 Top Layer 的 Pad， 它的 C4 Bump 设球，设一个小小的球的高度，的 Pad 上面设一个小小的球的高度，Ball 也是。这样我从 SIWAVE 吐到 Q3D 的时候，我就会自动设 Sync Source 所以原则上呢，我在 SIWAVE 里面，我是认 Pad 上面，如果你长了一个薄的球高，或者是你有设 Bound Wire， 软体就会自动的在你的 Bound Wire 的端点，或者是 Ball 上面自动帮你长成 Sync Source。假设我今天选2个 Net， 这2个 Net， 我个人会习惯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会把我的 Reference， 比方说 VSS， 我设成 Ground， 便于我在等一下要框选范围的时候可以很清楚。我现在想 Clip 这一块范围吐到 Q3D， 那这个时候我除了我选定刚刚这2个 Net 之外，我这边可以做一个动作叫做 Auto Extend Distance。假设我这边指定叫 0.2 个 mm， 然后这边选 Auto Extend， 这边点一下，就会发现我这里有一个框选的范围 Region， 这边有一个属线框选的范围这边就被框出来了。好，我基于我这个框选的范围，我发现说，我就只有这个 Signal 有框到，但是我 Power Ground 没有框到，那我就觉得说那我这样子，我的 Extend 的范围可能不太够，我至少要框到一组 Power Ground 的范围，至少。好，重新 Extend， 那这样看来好一点了。不过呢，这个球切到边，这样好像还是不太够再重新再设一下。好，设 0.6。好，这一次这样框选，应该就够了，应该就够了。那这样设好了之后呢，我决定要 export 到 Q3D。那在 export 之前，这边有一个 3D option。3D option， 那这边有几个选项呢，值得说明一下，就是首先是这3个选项 ：Minima Trace Edge、Minima Plane Edge、Minima Pad Edge。这边一般我们会设1/4导体厚度，不要设太小。Default 1迈的话，有的时候太小了。然后呢，介质不需要多的 extend， 维持介质层原本的大小就好。那这边这样设完了之后，到时候我 PCB 吐过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 layout 里面可能有一些泪滴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 copper 自动铺出来的一些弧面、一些弯角的部分，它就不会用一些太小的边去表示它，那可以让你吐过去的 model 干净一点。那另外这里这个也可以勾起来这个勾起来可以让你一些弧形的面的结构它不会用太理想的弧面去表示它，它会用一些由边所组成的近似面去表示，它会有一些多边形所趋近的面来表示你一个理想的弧面，那会让你比较好 mesh。这个呢，
这个就是你的同一个 net 的结构要不要 unify 起来。你从上层的走线，然后从 bundle 到 pad 到 veer 到下层的 bolt，你要全部 unite 起来呢，还是你要分段来表示，分层分段来表示？这个你可以自己决定。同样结构的 dielectric， 你要不要把它 unite 起来，或者是你要把它分开？这个你也可以自己决定。那你如果说这个介质层的结构都一样的话，你想当它 mesh 有效率一点，那你这边就可以不用勾。很重要的2个参数要讲，就是这2个。你要不要忽略你的设计里面有没有小洞或者是小的 area？ 这2个常常会造成你原本的 layout 里面，如果是网通，你的 copper 有很多的小洞，有可能你凸到 Q3D 或凸到 HS 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小洞不见了，它被填满了。原因就是这2个选项造成的。当我这边都设完之后，我凸到 Q3D， 凸过去之前，它先要求你做一个存档的动作。那凸到 Q3D， 我可以选择凸过去的版本。那我可以选择说，我要在 board 端当 sync， 还是 board 端要当 source。Q3D 里面我的一些设定，求解设定。那你要不要沿用你在 SIWave 里面的pin group 的一些设定，凸过去？好，那这个出来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2个 net 确实是有，这2个 net 确实，而且呢，它对应的 sync source 也有，因为我们刚刚有长球高了。你如果没有长刚刚的球高，这2个 sync source 就不会有。然后 VDD、VSS 也有，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的。那这个东西其实直接就可以求解了，看 validation check 都会过。这边有一个错误讯息它这边说 VDD 这2个 net 没有办法解的，原因是因为它只有 sync 没有 source。那在这个 Q3D 里面，一定每个 net 至少都要有一个 sync 一个 source， 而且只能有一个 sync。那现在这边有 sync 没有 source， 原因是什么？我们刚刚在框的时候VDD 只有 board 端有这个 board 有这个点有 terminal 可以让它下，但是它在这个 bump 端却没有框到让它可以下 source 的地方，所以这个就会有问题。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要不就是我这2个 net 先不解，或者是说我要回头回去 SIWave 的地方在 extend 的地方呢，在框选的时候让 VDD 的 bump 端也要有 bump 进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